刘老师的深夜电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这一次又来到了我们1周1次的刘老师的深夜电台。在树洞里面收到了很多来自小蝴蝶的信，一封一封的把它看完了。你们的心意我都收到了，但是因为在节目里面都没有办法说立马都把它读到，也谢谢你们就是一直信任我。这一次的主题呢，其实是因为我每次就是发 story 还是什么的时候，你们就说我深夜放毒。这次主题就是陪你吃饭，那我就开始吃了。好，在吃的同时，我就来念树洞的第一封信了。刘俊，你好像说你不太会吃辣，那你到海外的时候会不会很不习惯他们的饮食？因为海外那边的食物好像都很辣的样子。其实平时是一个不太会吃辣的人。我跟朋友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就说你要点微辣还是微辣，然后我就说微辣。我自己尝试过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辣的食物？我不知道那算不算辣，就是螺蛳粉，这对我来说还挺辣的，就是我以前都不敢尝试，然后这是第一次。因为朋友室友就是我们来一起吃螺蛳粉的，然后我就心想好，我们一起尝试一下就吃了。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有点的微辣，然后但是就是真的是我的底线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念第二封信了。最近发现吃甜甜的巧克力真的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呀。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刘俊会做什么还是吃什么呢？酸甜苦辣里面就是最喜欢的肯定是甜了。吃到一些甜的东西的话，就觉得这一天还是美好的，就是还是有点甜甜的感觉。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冰淇淋，因为它在甜的同时，然后它还很凉快。吃一顿饭还是什么是很重要，但是我会比较享受饭后甜品。就是你如果吃到好吃的，或者是你自己想吃的甜品之后，你就会觉得今天这一餐饭就是有个美好的句点。前2天突然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长大了，真的是蛮奇怪的瞬间，就是在升降机里有一只小飞蛾在身边飞，而我还在淡定地按着手机。但要是在以前，我一定超级害怕，尖叫着到处躲，就突然觉得啊，原来我们不知不觉地长大了。我曾经小时候不吃的东西，不喝的东西，然后现在突然吃起来，突然喝起来了。像可能喝美式，以前小时候是啊，咖啡这个东西好苦，为什么要喝咖啡？我肯定喝巧克力啊，然后但是现在就是不行。太累了，我撑不下去，快给我一杯咖啡。就是会觉得啊，果然人已经开始慢慢的长大了。小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否有具体事情可以分享？我最害怕的其实是小丑，我还怕老鼠。马来西亚因为是热带国家，所以还挺常有老鼠在街上窜的。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会潜入到你家里面。我还记得我家里就是有2楼跟1楼，他当时在2楼下来1楼的时候，他是咚咚咚咚咚，你可以听到那个阶梯是木板阶梯，所以你能听到那个声音。然后我妈就会开始尖叫，然后跳到沙发上啊，有老鼠。然后我当时就还小，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也会跟着啊，有老鼠，然后我也会跳到沙发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老鼠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下一个，你能对我们说土味情话吗？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星星在天上，你在我心里呀。你说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如果你约会迟到了，你会怎么做？哈哈哈，这个确实难到我了。我是一个不会说情话的人，但是当然还是有备而来了。首先，我是一个不会迟到的人，这个请打在公屏上。万一我真的迟到了，我会怎么做呢？可能会就是哄他撒娇，就是你别生气嘛。好像哪里不对。偶像是不能谈恋爱的。然后呢，下一个话题吧。刘俊，你能详细剖析一下你编舞的思路吗？其实我在编舞的时候，我会先听那首歌，然后想象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可能会想象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在水中沉溺，那我可能编一段就是我在水中挣扎，拼了命的起舞，然后但是总是被海草往下拽的感觉。我更希望我表达出来的作品就是每个人看都有不同的体会跟感受，就像负重1万斤，没有那么多的镜头画面去做填充，更多的只是以肢体语言去表达。刘俊啊，你是怎么能同时把学习和课外活动都兼顾得那么好的呀？我一直都办不到，而且我还有拖延症。刘奶，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呢？我没有拖延症，我是那种今日事今日毕的人，因为我会觉得任务没完成，然后那个期限还在那，我就会坐立不安，可能在看电影，但是我也完全看不进去的那种，所以我完全没有拖延症。分享一下如何才能克服拖延症。我自己会觉得，像起床这一件事情，我会给自己倒计时，这可能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可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吧，就是
像早上醒来，我知道今天6点我必须得醒，那我可能5点59或者6点我准时醒了，但我还想再睡一会的话，那我就在那个时间我给自己倒计时60秒，然后60秒到了我就必须得醒来。对，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允许自己有小拖延，但不能有大拖延。下一个话题。俊，最近工作很累，不停地被打击、被贬低、被指责，感觉好累，好想辞职。但是这份工作又不是能轻易放弃掉的，我该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呢？生活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要怎么调整？我自己其实也会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就是你终归还是得越过去嘛。你是埋怨着，就是抱怨着，然后难过着、伤心着爬过去呢，还是说你哼着小曲儿，开心的越过这个坎呢？其实每当遇到的时候，肯定也会像你们一样，就是也会有不开心、烦恼，或者甚至说暴躁的那个情况出现。但是我自己就会，其实立马静下心来，然后调整情绪，然后以最好的姿态去迎接接下来遇到的所有的东西。对自己不利的环境下，如何调整和保持自信？因为我不是上班族，所以我其实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到领导批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那我可能建议。知道你自己做这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重点不是在于维护跟上司或者领导的关系，多建立起更多不同的友谊，然后一起去面对这个工作环境。读下一封信喽。嗨，刘俊，想跟你分享一些我现在的一些疑惑。我是个比较好强的人，我希望自己什么都会，所以也就什么都去做。自己做了那么多，还是没什么太大进步，发现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便开始堕落了，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希望奶宝能给我一些人生建议，哈哈。是否也有过无论如何都看不到进步的瓶颈期？我不知道是不是瓶颈期，但是我自己的确是有过很迷茫的时候。自己做的那个梦是闪闪发光的，但是那段时间会觉得就是我离它很远，就是那个光可能很微弱，然后看不见。那我是怎么度过的呢？就是我会把重心转移到当下，就我可能会把所有的目标变成当下的一些小目标，然后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完成。当你知道你要跑10公里的时候，你根本就跑不动，然后但是你每天告诉自己，哦，我就跑100米，我就跑100米，然后有一天你不知不觉你就跑了10公里。刘俊，可以麻烦你录一个对小蝴蝶说早安和晚安的语音吗？或者早起铃声也可以的。刘老师的语音来了，早安。快醒了，你再不醒的话，奶茶就要被我喝完了。午安。今天工作的怎么样呢？今天上课还好吗？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晚安。我们约好了在梦里见哦，别迷路了哦。晚安。